是麋鹿。最近呢，罗巴斯他出现了经典活动，所以麋鹿也去做了经典活动的任务。那饰品也都拿完了，虽然没有先前的狩猎那么优就后面这个小翅膀，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免费的最香，所以我还是去把它解完了。然后麋鹿趁了这几天麋鹿去做了这件 T 恤这件经典 T 恤，所以麋鹿测试一下穿在身上大概是这样，上面有写麋鹿会踢4个字这是麋鹿自己做的。好，接下来呢，我们上一次看完了白果的最高伤害之后呢，这一次我们要来看我们罕见果的最高伤害的排名。那首先我们要看的是火焰果实就是这一颗火焰果实，现在都变得非常可爱哦。好，现在来吃。吃下火焰果实之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一次的统计数水果一样是2550。那我们佩戴的是深色外套。那这个就是黑胡子的披风，果实的伤害加15%，然后再来是我们的火焰果实，熟练度一样是全满600 MAX。那这一颗果实呢，它是元素果所以可以找那些可以把它的打击变成元素化的怪物可以去练功会比较简单一点点哦。然后再来我们先看它的 E 技能，E 技能这一招是一个连发子弹哦，按住是可以集气的哦，然后放开像机关枪一样哦，4942。好，我们再来看它的 X 技能。X 技能也是可以按住的哦，然后瞄准滑鼠的地方发出去这一招是3500，伤害比较低一点点因为它是 AOE 技能所以可以打到很多只，所以你把怪集中在一起打也是可以的哦。然后 C 技能呢，它是要靠近然后它火焰会往上喷发4942。我们再来看的是 V 技能，那 V 技能这个呢就是它在动漫里面跟黑胡子对打的时候放的那一招炎帝虽然没有很大颗，因为觉醒后才会比较大颗。好，那这一招放出去，我们看伤害是多少？6589哇，伤害算蛮高的哦。然后再来是最后一招 F 技能，那这一招也是飞行技。好，那速度是有点慢，屁股就是有火焰喷出来，很多辣椒这样，屁股一直喷火。好，以上是没有觉醒的5个技能的展示。那我们再来去觉醒吧。我们现在把技能都换成了觉醒后的技能了，所以你看它的名称都有点不一样哦。那我们首先来看我们的 E 技能。E 技能这一招呢，它官方是有更新了大概2次。好，那最后是定型在现在这个。那现在这个呢，它是有一点蓝色的，然后它是有点带追踪，所以按住的时候，你的双手是变蓝色的蓝光、蓝火焰哦，蛮漂亮的哦。好，我们现在把它打出去哦。好，它虽然说是追踪的，可是它的追踪好像有点弱，有时候会打不到。那伤害是5353，算蛮高的哦，觉醒后的伤害。然后再来是我们的 X 技能，那 X 技能刚刚这个是 AOE 技能，那我们来看看它变成样。它直接把它轰出去然后会有燃烧哦。好，然后这一招是可以打破我们的见闻色的哦。好，那它的持续燃烧我们刚刚大概就看就4600多。然后再来我们看 C 技能，那 C 技能呢看起来也是要靠近。好，我们就靠近。好，跟刚刚是一样的，然后会飞起来哦，5147，然后也是会有燃烧伤害。好，那我们就记它的第1级的伤害就好。那这一招呢也是可以破我们的见闻色也是会有轻微的晕眩。然后再来我们看它的 V 技能，那 V 技能这个呢，刚刚麋鹿有提到说它的球会变更大一颗哦，哇，这个就是真正它那个炎帝那个动画的。整整大了大概1倍吧，2倍大，外面还有一个火光太阳刺焰的感觉，然后下面哇，整个动画都很漂亮，难怪这一招麋鹿在练功的时候练到最后都变成超级累，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们会跟麋鹿一样练到最后都变超级累了，然后要重开我们的 BF。好，那我们再来看它的伤害是多少。那这一招一样是可以打破它的见闻色，但是第2下它如果在卡见闻的时候，它就会进行闪避哦。那我们来看它的伤害吧。哇，超大的爆破了还有燃烧，总共伤害范围内总共烧到了9265好，那这个伤害我们就会记进去了，因为它的伤害范围蛮大，一定会打到哦。然后刚刚那个火焰涡轮就会扫不到所以那个伤害我们基本上是比较不会去记那个累积了，因为打到的可能性比较低。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它的 F 技能火箭飞行按下去会有一个往前冲的感觉，然后前面会有一个加速的圈圈感觉上比刚刚还没有觉醒的时候来得快一点点哦。大致上火焰果实它在觉醒之后的能力大部分都提升了那范围也更大了，所以这颗果实是值得觉醒的哦。还没有觉醒的朋友们记得要去觉醒哦。那我们来看下一个果实吧。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果实呢是袅袅果实，就是这个 Falcon Falcon 的翻译就是准的意思也有人念准就是比老鹰再大一点点的鸟就是大老鹰的意思好，那我们把袅袅果实吃下去吧。好，
那一样袅袅果实，我们也练到了熟练度600。那重点是这颗果实目前还没有觉醒哦，未来不知道会不会觉醒啊，这个就留给官方去做了。那我们目前是没有觉醒的状态。接下来我们要展示它的技能，那它的技能比较麻烦的就是哦，它必须要先放第一招 E 技能之后，它的 XCVF 才能使用哦，它是连贯的。那第一招 E 技能是用梅子，那翻译很好笑。那我想到凤凰的什么爆破的梅子，这个应该是翻译上的问题。那我们按 E 之后呢，哦，它这个翅膀有什么功用呢？哦，它只有跳的哦比较高一点点。那我们实际上看它是不是真的有跳比较高？我们现在来目测一下它跳的高度哦。那我再把翅膀叫出来。哦，有比较高一点点哦。还比较高一点点，啊，所以它的 E 技能的基本功用就是弹跳力比较高一点点，然後再来是要有 E 技能才能放它的其他技能哦。好，我们再来看它的 X 技能 ，X 技能呢这一招是有点急退技，啊，伤害是3363。好，我们再来看它的 C 技能，哦，抓起来然后踢下去，啊，伤害是3923哦。啊，这一招是抓的当下是很晕的，就是它没有办法逃离，啊，但是实际上效果也不太好。好，再来我们看它的 V 技能 ，V 技能是穿越敌人，然后造成了4118的伤害，也没有说很高，所以这个果实的基本伤害不高。然后最后我们看飞行，F 技能，飞行的速度呢，就算中规中矩，跟刚刚那个火焰果实觉醒之后的速度是差不多的。那基本上这一颗果实的评价不太高，因为也不太实用。那我迷雾有看到它唯一的功用就是跳比较高哦，那可能可以拿去跳那个什么天使觉醒的云端啊，它那个跑酷也跳比较高，那你取消之后它就没有比较高了，就变得比较矮一点点。袅袅果实的伤害展示完毕，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果实喽。Go，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寒冰果实，好吃。吃完冰冻果实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它未觉醒的技能，代表这一颗果实也是可以觉醒的哦。那它现在没有觉醒，它的技能只有4个，那觉醒之后等一下会有5个。那这个果实呢，它是自带武器的，跟我们的闪闪果实是一样的啊，它有一根冰毛。那这根冰毛呢，它不受统计数的影响啊，就是说你是武器，但是它不会去吃剑类的啊，它只吃水果的啊，所以你穿饰品的话呢，一定要穿水果的啊，这一只毛的伤害才会有加成。好，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武功，就是 M1这个代号，看伤害多少，2173哦。好，它的普攻伤害是2173。然后再来我们要看它的E技能冰毛，冰毛也是可以按住哦，散发出去，射中之后是4324。好，我们再来看它的 X 技能，一个冰柱射出去哦，3706。我们再来看的是 C 技能。直接让它结冰哦，3294哦。好，我们最后来看的是 V 技能，但 V 技能这个要近一点。好，放出去，冰河史诗，它是伤害是3088哦，没有算很高哦。看完没有觉醒的技能，那我们再来看的是觉醒后的技能哦。我们已经把所有技能都进行觉醒了，那这时候你会看到它下面多了一招 F 这个溜冰技，这个就是在飞行或者是快速移动的技能，通常会在觉醒之后会出现。然后呢，它的 M1 普攻技能呢，那我们就不去测试，因为普攻是没有包含在觉醒里面的。那我们首先来看 E 技能，E 技能这一招呢，距离要越近，它的伤害会越高，然后它自带晕眩。好，我们近一点，直接被卷出去。伤害是7412哦，超级高的哦，但是你的距离必须要抓好哦，越近的话呢，伤害是越高哦。好，我们再来看的是 X 技能，那刚刚是一个一撮冰冲出去，那我们看看冰有没有变大冰变大了哦，变成4118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 C 技能，那 C 技能冰龙这一招呢，它是有距离的哦，如果你的距离越远它的晕眩时间是越长的。如果有在做 PVP 的朋友们，记得要注意这一点，越远去打到的话，它的晕眩时间是更长伤害是不会变，只有3500，可以做1000次的动作，但是要准度要够。再来我们看它的 V 技能绝对零。好，那这一招呢，它的范围变大了，然后伤害是3706，稍微提升了一些些。以上是寒冰果实觉醒后的技能展示。那这颗果实觉醒后的技能大部分都是带晕眩的。如果有在做 PVP 的朋友们尝试用这颗果实去猎赏看看。那首先先把它用到熟练，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那最后呢，它的技能这个 F 技能它是溜冰。好，那这个冰呢，你必须按住你的滑鼠右键比如是电脑版的，按住右键，然后你的F 是不能放开的，那你就可以左右的去移动，使用你的键盘去移动它。好，那手机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点，可能会手忙脚乱。OK， 这是在陆地上的表现，那我们去看海上的表现吧。好，我们到达海平面上了。那你到达海平面上之后呢，它下面会一直结冰，使你可以站在海平面上。
那如果你在海上做战斗的时候，非常方便哦。那记得它结冰啊，它是需要能量的。你看它的能量会一直消耗又补充。那你不动的话，它是几乎是不消耗的。那我们在觉醒果实之后呢，这个 F 技能一出来溜冰，那你只要按住它，它在海平面上移动的速度啊，算是不错的哦。你看它的移动速度是非常的灵活的。那你在操作上就是要一直按着 F， 因为你只要一放掉啊，你就会停在原地了。以上是所有寒冰果实的技能展示，那我们就看下一颗果实喽。下一个看的果实呢是沙沙果实，好吃。沙沙果实它在动漫里面呢，使用者是克洛克达。那最经典的一幕就是他用沙沙果实的技能把鲁夫吸干，把它变成了那具干尸。然后碰到水之后又恢复了那一幕，麋鹿最有印象的是那一幕。那这一颗果实也是元素化果实，它可以免疫拳法、刀、枪这3种。但是如果这3种有附上武装色，那就无法免疫喽。它只能免疫没有武装色的。那等级也要达到超过那个 NPC 怪物的一定等级才可以元素化哦。那我们首先来看它的未觉醒技能，它未觉醒的时候呢就有5个技能的哦，也是直接就会飞了。那我们看一技能，一技能是。沙漠剑喷出去是伤害是3088。我们再来看 X 技能，它把它包起来，沙漠葬礼伤害是3603哦。接下来我们看 C 技能，是一个龙卷风，我把它卷起来，伤害是3261。我们最后看 V 技能，哇，是一个沙子的重击哦，叫重型沙，伤害是5147。那最后 F 技能呢，它也是一个飞行技，那这个飞行技呢是没有伤害的，那是我们的屁股那边脚不见了，屁股感觉在放屁，放臭屁，这也很像，对不对？好，那飞行速度没有很快，算是蛮弱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觉醒后的沙沙果实表现如何吧。Go！ 好，我们已经将果实的技能全部都觉醒化了。那我们首先来看它的E技能。沙漠之刃，哇，变成喷超多沙子，然后是一条线，那伤害是4300多。好，我们再来看 X 技能沙漠关，抓起来，跟刚刚一样，只是旁边的那个沙子变多了哦，喷沙也变多了，伤害是3706。然后再来是 C 技能沙尘暴，那这一招应该有点距离哦，把它喷出去，喷高高，伤害是3706，是一样。好，我们再来看的是 V 技能。V 技能它的这个紫色的闪电变多了哦，感觉比刚刚大了一点点。好，我们把它发出去吧，我们把范围拉大看看。哇，它整个被击飞出去，然后沙子伴着闪电，伤害上升来到了5971哦。然后我们最后看的是 F 技能，这个是跟刚刚是往下放屁，现在是往上放屁熏自己是吧？速度有变比较快一点点，所以自己被熏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点。那但是实际上的效果来讲还是没有很好，因为它也没有伤害。那以上是沙沙果实未觉醒跟觉醒后的技能展示与伤害。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果实喽。Go！ 我们再来看的是黑暗果实。黑暗果实这是改得像一只章鱼的感觉，还有眼睛哦。好，那我们吃。好，黑暗果实它的拥有者呢就是蒂奇，就是黑胡子。那他最有名的就是跟艾斯2个人在那个岛屿上用炎帝跟黑暗球互冲那个画面，就是一个经典。那它的技能基本未觉醒的话呢，它是只有4个技能。那黑暗果实它也是元素化的果实哦。我们首先来看它的E技能，可以按住哦，一团黑黑的东西打出去。好，3912，黑暗岩石。我们再来看的是 X 技能，黑色螺旋。按住之后呢，它会被吸上去，然后再一个爆破，哇，喷飞了4118。再来是 C 技能黑洞，那这一招呢，我们必须要靠近它。因为它是从地面去击发，越近的话伤害越高，那伤害是5147哦。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V 技能，那 V 技能这一招呢，跟火焰果实的炎帝那一招是很像的哦，一样，它只是把火球换成了黑球而已，好吧，丢出去，集中之后，哇，那个一个爆破，伤害5456。以上是未觉醒的黑暗果实的技能展示，那接下来看觉醒后的黑暗果实喽。Go！ 我们已经将所有的黑暗果实的技能换成觉醒后的技能了。那它在觉醒之后呢，它就变成了5个技能。那出现的 F 技能就是快速移动或者在飞翔用的技能。那在黑暗果实它是有点像顺步。那我们首先看E技能的表现哦。E 技能，一道黑光波出去，3706，跟那个沙沙果实的第一招还蛮像的哦。但这一招啊，发出去的时候其实可以瞬移到它的面前哦。好，我们再来看 X 技能，
深渊黑暗，伤害是3747，是把它吸过来的一个技能哦，在 PVP 上应该是可以牵制的哦。好，再来我们看 C 技能无尽的洞穴，应该也是往下启发。哦，对，没错，范围变大了。那伤害是3861哦。再来我们要看的是 B 技能，那 B 技能这一招跟火焰果实的那一招炎帝是蛮像的，然后它现在变成了一个加黑洞，范围变大了。那我把它打出去看会怎样哦？打出去，哇，整个爆破。那伤害是5971，没有提升很多。那它也没有像火焰果实一样有燃烧的效果，所以伤害上略逊了一筹。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F 技能，那 F 技能呢，它比较像顺步一样，但是使用一次它就必须要等 CD 时间，所以这一招在 PVP 上应该是属于你要去闪避敌人的时候才会使用到，或者是瞬间到敌人的面前才会去使用这一招哦。那以上是黑暗果实的未觉醒与觉醒后的技能展示。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果实喽 ，Go！ 最后我们来看的是钻石果实。好，钻石果实吃。那钻石果实的动漫里面的使用者是球师，他只有在顶上战争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才第一次看到他。那钻石果实的技能呢，只有4个。那它是没有觉醒的，也不是元素化果实，所以基本上用途上，现在的玩家比较少使用这个果实因为这一颗啦，如果你有大佛，这一颗就整个被比下去了所以技能上也没有说很好用但它唯一的技能就是它的力技能这个香砍钻石香砍钻石之后呢，你的防御增益会增加25%那你必须要在这个状态下呢，你才可以使用它的 X 技能跟 C 技能还有 B 技能。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变成钻石了，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它的 X 技能是多少吧。它是一个冲刺的拳击，我把它击飞之后，伤害是3603哦。然后再来我们看 C 技能钻石冰雹，直接按住，然后它会持续打击记得要按住哦，5765，伤害算还不错。然后最后我们来看 B 技能太阳火焰。是一个闪光，伤害是4118，结果 B 技能居然伤害还比 C 技能还要低难怪这颗果实会被遗忘，况且它也不会觉醒。那这颗在大佛那时候还没有盛行的时候，它是属于比较拿剑的玩家在玩的，它的形体不会变大，然后又可以增加防御。好，以上是钻石果实的技能展示。看完了我们所有罕见果实的觉醒跟没有觉醒的技能展示之后呢，那我们现在来看排名。排名第1名的是火焰果实，第2名是寒冰果实。那在罕见果里面呢，总共有4颗果实是可以觉醒的就是火焰果实跟寒冰，还有暗黑，最后是莎莎，总共4颗。那剩余的2颗钻石跟我们的袅袅果实呢，它是不能觉醒的但是钻石果实呢，它是有一个特殊的技能，就是可以让人失明3秒这个技能失明之后，你的画面会变得有点墨绿色。然后这个蛮像七龙珠里面克林去学那个饺子，他们在放的那一招叫太阳拳鹤仙流的那一招太阳拳哦。那这个也可以拿来恶搞别人你跟你朋友在玩的时候，你就用这个钻石闪瞎他的眼睛。好，那所有的果实呢，觉醒后当然伤害都会比较高一点点。那麋鹿测出来的莎莎跟暗黑伤害是比较低的，那可能没有击中或者是少几下没有打到，所以伤害整个偏低。那比较高的就是火焰果实因为它的 AOE 技能蛮高，那它的 B 技能就整个把伤害拉起来，总共拉了9000所以它的伤害总伤害是来到24000。寒冰果实呢，它是因为有一招普攻那普攻加下去伤害就会拉上来，所以整体上它提升到了第2名。那部分果实在未觉醒前的晕眩技能是蛮少的，那可是觉醒后它的晕眩技几乎全部都可以晕眩，也可以破镜魂射。那大家可以善加利用晕眩加镜魂射这个东西要先破掉，破掉之后呢，才容易去打到我们的敌人。以上是罕见果的所有果实的伤害排名。那排名的方式呢，是依照麋鹿个人喜欢的方式，不用过于太在意哦。觉醒的 NPC 就在麋鹿右边这一位，那这个粉红色的大象你跟他讲话，那你身上像麋鹿现在是大佛，那大佛它有觉醒后的，所以它可以去做切换你把它按掉它就会回到未觉醒前。那技能的话，如果你要去搭配使用，看你未觉醒前的好不好用，如果好用，你再把它切换回去；那如果不好用，直接让它觉醒就好了。那这一只粉红色的大象呢，在2海跟3海都有。2海呢，就是在咖啡厅的地下室他们工作室那个密室的旁边那边入口。以上是这一次罕见果的伤害测试排名。那我们接下来下一部影片，我们就是要接着去测试稀有果的伤害排名哦。我是麋鹿，我们下部影片见喽，拜拜。